喺英國約睇樓，一般都比較難約同搶手嘅。第一間睇嘅一約就約到，而且係我約咗第二間嘅時候先改時間嚟配合同一日睇兩間，咁順利約到嘅背後有咩中伏位呢？第一間係排屋，每月租金係850英鎊，有3個房間，由市中心匯豐銀行去嗰度要37分鐘。當我行近嗰陣，我已經發現咗一個問題，必須經過地圖上標有紅圈嘅一大片沼澤地地，現場嘅蘆葦高度超過1米，要穿越呢啲低窪地先至可以行上較短嘅小徑。咁樣一嚟，落雨天就會有水淹嘅風險，而且晚上冇路燈，所以落雨或者天黑嘅時候就要繞行有車嘅路，會兜得遠啲。當我到達現場嗰陣，我睇到一個花園，同地產登出嚟嘅相片一模一樣，裏面雜草叢生。呢個係話，連業主自己都冇心情整理，呢樣嘢會影響返第一印象。而且到咗現場之後，地產代理都冇現身，佢哋話我改咗時間，可能唔記得通知同事。幸運嘅係，我打咗通電話，佢哋10分鐘後就趕嚟咗。所以以後大家一定要記得睇樓嘅時候，一定要儲存好地產代理嘅聯絡方法。除咗冇現身嘅問題，我都遇過佢哋弄錯門牌號碼嘅情況，導致咗睇錯門牌屋嘅情況發生。跟住重點問題嚟啦，大家聽聽我行喺樓上3房嘅地板聲，特別係走廊。間屋嘅感覺係地板行嘅時候，佢會隨住腳步浮動，嗡嗡震。下面嘅木樑感覺唔穩，啪啪落吱咁聲，令人擔心會唔會有危樓嘅感覺。似係地板同樓嘅木質結構長期受潮腐蝕，變得軟咗同腐朽。空氣中充滿咗潮濕發毛嘅壓抑氣味，再加上窗戶唔大，光線唔夠，冷颼颼咁，令人覺得嚇人，就好似係恐怖戲嘅氣氛咁樣。樓下嘅廚房感覺仲算係比較正常嘅。另外，房間外面聽落都幾寬闊，但整體上嚟講，維修保養方面就有啲欠缺，好多地方都係感覺到有啲舊舊嘅。後花園都係長滿咗雜草，而且有好大嘅斜坡，唔太實用。呢間屋已經刊登咗整整1個月喺廣告上，但我唔難就安排到睇樓嘅機會。不過睇咗之後，他竟然花咗另1個月先揾到租客。相比之下，喺英國其他間屋嘅廣告通常1-2日後就唔再接受睇樓預約，呢種差別實在太大，令我覺得事情冇咁簡單。或許呢啲容易嚟嘅機會背後確實撞咗啲問題。希望呢次經歷對大家有啲啟發。第二間都係排屋，每個月租金係795英鎊，有2個房間，由市中心匯豐銀行去嗰度要11分鐘。有一個優點係月租只係700幾鎊，喺近市中心嘅樓盤嚟講算平啲。當我睇樓嘅時候，仲有2位其他人約咗一齊睇樓，一個係白人男士，另一個係黑人女士。至於平啲嘅原因，主要係呢個單位嘅面積比較細，房屋嘅設計佈局狹長唔太實用，而且屋齡都相對較舊。其次，花園要經過一條窄窄嘅走廊，使用唔太實際，同埋同隔離嘅屋企嘅距離比較近，會有啲壓迫感。至於唔中意呢度而冇租嘅主要原因，就係呢間屋門前就係條馬路，而且附近都有其他啲商鋪，即係話買嘢嘅人同搭車嘅都會經過屋前嘅街道，所以噪音、私隱同保安都會比較擔心。第三間 Feel 每月租金係950英鎊 ，semi-detached 有3個房間。睇第3間嘅時候，同時都約咗睇其他4個 apartment， 就係話一日之內約睇到5間房。唔少人都覺得喺英國能夠同時約到咁多間係比較難嘅。我會喺下一段片分享下點樣可以快速約多啲房，咁樣就可以節省啲時間，盡快揾到自己心儀嘅屋。另外，我喺之後嘅片會同大家分享啲 apartment 同呢個小鎮嘅特色，所以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同開啟啲通知鈴，咁樣就唔會錯過之後嘅片啦。呢個租屋睇房會有一連串嘅片，包括另一間新蓋嘅住宅，一日有20個客人睇房，
我同地產代理傾咗一陣，了解咗佢哋嘅運作模式，可以為大家揭曉下點解廣告出咗一兩日之內就已經約滿咗，唔再接受其他約睇房嘅情況，咁樣才可以有效睇房。再嚟就係之前住嘅 apartment 退租同搬家嘅時候要留意嘅事項，包括清潔同整理，點樣報備留相證據，同埋驗收退租房嘅管理公司核對檢查表，據理力爭對方如有唔滿意嘅地方，退租後，租客同屋主會分別係儲存押金嘅機構網站上填寫相關嘅資訊，屋主可以提出扣除清潔費用嘅要求，達成一致後，協商嘅金額就會退返俾租客。如果雙方有分歧，租客同屋主可以分別提交證據，押金儲存機構會將雙方嘅證據提交俾第三方仲裁。最後就係介紹一下新租嘅地方、佈置同其他嘢等等。睇嘅第三間最後冇租，原因同第二間差唔多。呢間屋門前係條馬路，附近除咗有其他啲商鋪，仲有中餐館，整體比第二間仲熱鬧，而且窗戶細啲，感覺陰暗啲。睇房嘅時候仲有人住嘅，花園都唔係直通同唔實用，感覺壓抑啲。